Boss,学会怕。Did you sleep well?我师父怎么死的？ 1, 2, 3, 4, 5, 6, 7, 8, 9，一共9刀。我杀了他。出来吧。I heard you have some kind of mental issue. That you always cry when you're upset like a willful girl. Then, your own home has to babysit you. Wait, are you gonna cry now? 哭不哭看心情，对着你这张脸，没心情。 What are you looking at? 看清楚你的脸，活着不放过你，死了做鬼更不放过你。What a sharp tongue. Your master was a real fighter. Quite admirable, actually. I've never seen anyone like her. Most people can't handle to take my hits that much. 那你现在要怎么样呢？ Law has been annoyingly screwing up my business and my money too. I would love to work with him. He makes money doing security work, so helping me out is just another job. At the end of the day, he completely let me down. He made me become what I look like right now. 所以你是要杀了他吗？ Just kill him? You're so naive. It will only take Stave or a bullet, then he will be free. But what about me?
Living like this for the future? Who the hell do I turn to? If I want to win? Do you know why I'm called Lebel? 不知道，不关心，不感兴趣。My dream is to have a cheetah as my pet. Oh, yet every cheetah trainer said the same. That they can be tamed as a pet, but I don't believe it. And then? Here, have a look. These are... This is exactly how she repaid me. But it's fine. I put out her claws, teeth, cut her tongue, and had the vet operate on it to reshape the bones in her mouth. You asked me what I want to do with Lauren. I don't want him dead at all. I just want to put out his claws and teeth and make him my most favorite pet dog. 他不会的。Really? Now you don't know me well enough. The only reason he's still breathing is because I let him. He has no idea what cards I'm holding in my hand. Yo丁丁，别躲了，我都看见你们了。还有你张可欣，你们别躲了，快出来吧，我都看见你们了。你们在这儿吗？张可欣。有丁丁，不是，在这里对吗？是不是是这儿？不是，是这儿。陈处长，地上那个棒棒糖就是我掉的。
我都不知道我为了什么活着。我酗酒，不上班，捡废品，伺候人，找最辛苦、最麻烦的人伺候。我越是不甘，我的心里似乎才能更好受一些。这5年里，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都在恨自己，恨自己的懦弱、无能。有时候我就在想，我是不是应该杀了这个人，为珊珊和女儿报仇，或者是做一个自我了断，去另一个世界陪他们。可是我不敢，我胆小。越是这么想，我就越唾弃自己，越折磨自己，糟践自己。直到上个月的20号，谢谢医生。不是你干嘛呀？你这个蜜蜂真是疯了噻！我跟你说，你接下来千万可不能再被蜜蜂蛰了，你知道吗？你别光点头，尤其是接下来2周到4周的时间里，你要是再被蜜蜂蛰了的话，这个超敏反应可是会要你命的，知道吗？我没事，这是绝不是命。没事什么没事啊？这是你自己的身体，这蜜蜂又不是什么猫呀狗呀的，这又不攻人性，那你再被叮了怎么办呀？整整5年了，除了我，谁还会记得珊珊和我的女儿？对于这个世界而言，他们就好像从未到过这里一样。而那个灵媒蜂，依然还活着好好的，继续勾引女人，甚至玩弄更年轻的女人。他凭什么啊？凭什么？他早就忘了他对珊珊和我的女儿的承诺。所以那天当他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事隔5年，他为什么就出现在我的面前？原来是老天爷在给我一个机会，一个让我杀了他为珊珊和女儿报仇的机会。你们根本不会懂。哎，老王，给开下门，去个洗手间啊。哎，我想办法看到了林梅峰的诊断书，知道他的体质确实更容易产生癌性脱敏反应。我做了功课，我知道了为什么他在第一次被蛰咬2周左右之后的时间里要避免再次被蜜蜂蛰咬，
因为特异性抗体在体内产生的过程一般是10到21天。我正好可以利用接下来这2周左右的时间，好好研究一下，怎样才能让蜜蜂再次蛰到这个人渣。
你们知道我今天有多开心吗？啊？你们根本不懂我的感受。怪不得在灵媒凤凰的监控视频里没有发现他，原来他装扮成环卫工人，是我们疏忽了。所以你发现我们去找你，你就伪装成红绿色盲是吗？您是卢少华哦，不对，你好，你好，你好，热，来，我们到里面聊，来，这路上你辛苦了。这个人就是王本一啊！你们看，我们院为了帮他，这些个垃圾桶分别用汉字标注了颜色。这不好意思啊，喂，我知道了，我马上回去啊。好，王处长，这样我们先走了啊。今天非常感谢，回头有什么事呢再跟你联系。好，有需要尽管来。再见，再见啊！哎，辛苦了，王处，走了，撤。都拉来问了。哎，你注意到他分易拉罐的动作了吗？怎么了？他分易拉罐得先看清上面的字儿，才能分得清哪个是红色的可乐罐，哪个是绿色的雪碧罐。他也是红绿色盲，跟林梅峰一模一样，所以他也分不清红布和绿布。不知道这是干什么呢？看来这脑子确实受了不少刺激。这样，把案发这几天他的行动轨迹先弄明白再说啊。是。其实我早就知道有一天你们一定会找到我，所以从那天开始，我就疯狂的死记硬背色盲测试卡，从第1套到第6套，我早就背得滚瓜烂熟了。你觉得你累吗？不累，我有很好的记忆。我是问你活着累不累？你想给自己解脱，想摆脱这种不堪的生活，那干嘛不杀了人之后去自首呢？非要跟我们玩躲猫猫，这不还是虚伪吗？你们怎么想都不重要，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拿不起放不下，我拿我自己都没办法，我宁可深陷泥潭，无法自拔，我也享受其中。人我已经杀了，仇也报了，幸亏你们抓了我，替我做了一个了断。你知道吗？我现在才真正感觉到我是一个男人。男人。
现在宁可痛快的死，也不想苟且的面对这一切。这样的结果，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归属。我可以安心的去见珊珊和我的女儿了。真的。谢谢。谢谢。把这给我。谢谢。要我说啊，时间是最好的医生这句话纯属扯淡。这王本义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呀。人呀，对不对？还是不能有太多执念，很多时候要学会放过自己，才能活得轻松一点。未经他人事，莫论他人非。哎，咱说点正事儿。你说景天兄弟回来这么长时间了，你俩怎么也没人说张罗请人吃个饭啥？我这段时间闲着了，你一口一个你兄弟的，你怎么不张罗呀？是啊，我倒是想啊，但这种事儿，他不得分个长幼尊卑什么的吗？啊，就我要是先张罗了，把咱如贵脸往哪儿搁？也是啊，景天又帮了咱们不少忙，这种事儿老大不张罗，咱们底下人张罗不太好，是不是？你们想过没有？山江这么大，为什么林梅峰会选择这家医院看病呢？还为什么偏偏就让王本义听到超民反应之类的话呢？入队啊！你们这是去哪儿啊？奎元所发现一具尸体。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刚发生的，你有事吗？啊，着急吗？你们有没有想过，那个林梅峰，既然他对蜜蜂的习性那么熟悉，长期和蜜蜂相处也算融洽，可为什么短短2周之内连续2次被蜜蜂给蛰了呢？他第2次是人为设计的，第1次呢？不是，那你的意思是说，林梅峰第1次被蜜蜂蛰也是被人设计的？这个我还不敢肯定，但正是因为我想到了这一点，所以我需要去林梅峰的蜂房查看一下。张凯，哎，陪景天走一趟啊。是，那我们先走。那昆研所那边呢？有什么需要我跟你联系啊？别走了，那么多。行，走。好，小心点哦。
部队来了。哎，陈处长，陆队，你好，陆队。现在里边什么情况啊？这栋楼里的其中一个实验室发现了一具尸体，女性，应该是省农科院院刊的副主编何敬之。什么叫应该是啊？是这么回事儿，我认识何敬之，好像是他，不过还没进一步确认。怎么发现的？隔壁山江农业大学有几个新入学的女生，一个寝室的，大半夜非要来这里比胆量。其中一个女生路过一个实验室的时候，听到里面有奇怪的声音，拿手电筒这么一照，发现窗户上有很多黑色的密密麻麻的东西，还会动，吓坏了，以为有鬼呢。几个女生就全吓跑了。这几个女孩子啊，这个胆儿也真够大的。第二天，她们又一块儿来找我非要到这儿来看个究竟。我跟他们过来一看呢，就发现那窗户的玻璃上啊，密密麻麻的一堆胡蜂啊。我们打开实验室的门，进去一看，何敬之就躺在那儿了。我们就赶紧报案了。胡蜂啊？对，很多胡蜂，所以我们刚上去看了一下，就立马撤出来了。现场被破坏了没有？不确定。不过我们一到现场，就全面保护起来了。对，先进去看看吧。啊，等会儿，卢队，上面还有很多胡蜂，我们先等等防护服，马上就到了。咱们现在也上不去，痕迹的兄弟都在那边等着呢。等防护到了之后，他们才能上去开道。小儿，问问景家他们什么时候过来？行，我打电话。也得亏呀，这几个胆儿大的女孩子啊，她们无聊。你说这楼这都多少年不用了？卢队，你说。景跳，卢队问咱们什么时候能结束啊？他那边有点着急。我尽快，反正没几个。不是你找什么呀？小心啊！果然，看来我这人设算是保住了。这是鬼脸天鹅，没错。看来林梅峰第一次被蛰，也并不是意外。动作快一点。怎么样？有什么收获吗？和我预想的一样，我在现场的一个蜂箱里发现了一只鬼脸天鹅，这也基本可以证明林梅峰第一次被蜜蜂蛰不是意外，相反也是被人设计的。为什么？鬼脸天鹅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唐鹅，因为它喜欢吃甜的，特别是偷吃蜂蜜，所以它也是养蜂人的噩梦。不对，可以了。行，咱回头说吧，先进去看看啊。里边有胡蜂，都注意安全啊。是啊，这够神道的。那是，全指着他的神道。他干嘛的呀？队里的昆虫学专家顾问。
挺高大上啊，有用吗？有用吗？把那妈字去了。哎，站住！不，咋会这样？胡蜂会蚕食新鲜尸体，尤其是新鲜尸体的眼睛。这么多胡蜂，这都哪儿来的都是？是啊，我也觉着奇怪。虽然说这儿是昆虫研究所，可是一下子来这么多胡蜂，还真是很少见。对，法医来了。不对，哎，又见面了。哎，赶紧干活了。收到。吕卫，你跟我走。好。我跟你说一下，这个锁是怎么打开的？这用钥匙一捅就开了。啊，不是，我的意思是，您开门的时候，这个锁有反锁吗？啊，没有没有。那天他们几个带我过来，用钥匙一捅，门就开了。可是我往里一走一看，吓我一跳。不对啊。有志试一下。是。果然是房间的钥匙。有志，把这个地方化验一下啊。是。陈处长，哎，这个实验室有几把钥匙，有数吗？有数，有数，一共2把钥匙，一把在我这儿，还有一把就在何景之那儿，应该就是刚才这把。那你平时都会把钥匙放在哪？发现钥匙被动过吗？这我们所里边所有的备用钥匙啊，都在我们处里边的保险柜里边呢。这我亲自保管这保险柜，这不就是怕万一要是出点什么事儿，咱们说不清楚嘛。你看现在，这个实验室是死者的吗？不是，是他原来的导师宋教授的。后来这不宋教授牺牲了吗？这个实验室就没人用了。那死者怎么会有钥匙？哦，是这样，宋教授牺牲以后，这实验室没人用了嘛。宋教授的另一个学生唐教授就把钥匙要过去了。他说要保持这个实验室的原貌，这样呢，他们几个学生啊，时不时的来瞻仰一下。另外，他们也可以过来查个资料啊什么的。后来这唐教授也出国了，就把这钥匙留给了何景之。哦，对，这个唐教授啊，就是跟景天一块回来那个唐大德教授。景天师兄的导师啊。这样，陈处长，你们就先回去吧，这儿呢交给我们好不好？哎，好，那你们辛苦了，哎，再见啊，辛苦辛苦辛苦。不对，从肝案来看，死亡时间大概是前天的夜里10点到凌晨12点左右，尸斑显著，但是尸僵已经结束了。现在呢，尸体已经开始有点腐烂的迹象。初步检查身上没有明显的外力伤痕，虽然发现了注射器，但是呢，身体裸露部分还没有明显的注射痕迹。不过面部有紫绀，有大小便失禁的现象，像是中毒而亡。中毒？对。具体是不是什么毒致死，是口服还是纯注射，注射在哪里，还得等全部解剖和检验之后才能得到结论。哎，那能确定是自杀还是他杀吗？我这儿还不能。会是胡蜂把人蛰死的吗？这个，你这些数量的胡蜂想要蛰死一个人还是远远不够的。哦，先按程序走吧。啊，好，来把担架抬着。那边看一下。
你们俩什么感觉？啊，哎，我觉得吧，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密室杀人。门反锁的，这窗户我都检查了，这都好好的，没有任何撬动痕迹啊。我不同意这个猜想啊，法医还没排除是自杀的可能吧？是没有排除，但你说自杀，干嘛非要来到这么一个几乎快要废弃的实验室啊？还把钥匙放在地上，还招来一堆胡蜂装神弄鬼，这太刻意了。不是，那跑到大马路上自杀，那能叫自杀呀？那撞车不叫自杀？那你听我说，门窗锁得好好的，然后钥匙一扔，自杀没毛病啊。这胡蜂完全可能是后引进来的嘛。刚才警察不也说了，胡蜂喜欢新鲜尸体。密室说了半天，不是说密室的吗？啊，这门和窗都锁得好好的呀。那万一是门缝进来的呢？我刚才看了啊，这地面上的门缝差不多有2公分，就这种老楼的门。你这么能抬杠，你咋不去工地呢？刚才陈初也说了，虽然这里是昆烟所，但一下子出现这么多虎蜂，确实不常见。如果是在野外，尸体周围出现大量虎蜂，这还可以理解，但这个地方确实很奇怪。听见了吗？专家说的，先歪不拢。这样，你们跟派出所同志呢对接一下，就说现在可以处理一下胡蜂啊，千万不要让他们知道人啊。是。在何敬之呢尸检结果出来之前，先让景天呢跟大家说说今天在林梅分房的收获啊。景天，你说说吧。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了，林梅峰长期用蜂巢来搞所谓的雕塑创作，所以他对蜜蜂的习性一定是非常了解的。通过在网络平台上发布的短视频可以看出来，这也是他为自己打造的一个人设。实际上呢，他在第一次被蛰后依然没有带任何护具的去接触蜜蜂，就更加说明了这一点。那么他那么熟悉蜜蜂的习性，似乎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出过任何问题，可为什么偏偏在短短的半个月时间内被蜜蜂蛰了2次呢？他第2次被蛰是王本义设置的一个陷阱，可第1次呢？有没有可能第1次也是人为设计的？甚至是王本义设计的。I型超敏反应是需要在间隔不到10天的情况下连续被蛰2次才能实现的。我也正是因为想到了这一点，所以去了林梅峰的蜂房查看了一下，果然不出我所料。我在现场发现了这个。鬼脸天鹅，没错，就是鬼脸天鹅。鬼脸天鹅是蜜蜂的天敌，一只鬼脸天鹅往往一次可以吸食11个巢房的蜂蜜量。一旦一只鬼脸天鹅进入巢箱，蜂王跟工蜂的生产能力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如果这只鬼脸天鹅死在巢箱里，就会堵塞箱门，蜂群就会从巢箱里逃出来。我还是那句话，林梅峰对蜜蜂的习性非常的熟悉，所以他一定不会允许自己的巢箱内出现鬼脸天鹅这种东西。我和唐凯哥询问了工作人员，他们每天晚上基本上都会拉低巢门，在巢房周围放上敌百虫和蜂蜜的混合液来诱杀鬼脸天鹅。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依然在一个巢箱内发现了一只鬼脸天鹅，所以我高度怀疑这只鬼脸天鹅是被人为放进去的，造成了蜜蜂惊飞，蛰了没有带任何护具的林美峰。我还是想反驳一下啊，这只鬼脸天鹅很有可能就是漏网之鱼啊，毕竟拉低巢门和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什么混合液，不能100%防止鬼脸天鹅，对吧？没错，但是只要在现场发现了鬼脸天鹅，我认为就有人为设计的可能性。就算是人为设计，那时间呢？你能确定这只鬼脸天鹅是在林梅峰第一次被蛰之前放进去的？我还真能。针对鬼脸天鹅，一般蜂农会在半个月左右检查一次巢房。我询问了工作人员，
他们上个月检查巢房是在19号，也就是说，在上个月的19号之前，并没有发现鬼脸天鹅。林梅峰第一次被蛰是上个月20号，也就是上次检查完的第2天。没错，按照惯例，这2天就应该开始检查了。可是因为林梅峰死了，红雪天天不回来，弄得工作人员人心惶惶的，所以这件事情就没有人张罗。我想起来了，空雪好像说过，在上个月20号的时候，他和林梅峰在林梅峰房拍婚纱照。林梅峰本来想和蜜蜂合影，反倒被蛰了。对，我记得也是。那当时林梅峰岂不是糗大了呀？也许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你怎么又来了？怎么着还跑不跑？你要跑你跑你的，别管我。我今天换了双鞋。是您叫的车吗？师傅，这活归我们了。啊！不是我真没杀人。我说过你杀人了吗？不打自招。走啊，咱换个地方坐。哎呀，那你这次我回公司请个假怎么办？如何防治红树林蜂群中常见的鬼脸天鹅？作者李月，写的不错呀，小伙。我就不信你能看得懂。看不懂，也不妨碍我们逮捕你。说吧，上个月20号你在哪儿？你是个聪明人，考虑清楚再说啊。林梅峰这种老男人的套路，我太懂了。年轻时遍地撒网，撒了欢儿的祸害；年纪大了，再找一个小白兔跟他岁月静好，还能照顾他的晚年。天底下的便宜，都让他给占了。孔雪可以不跟我，但也绝对不能跟这样一个老王八蛋呀。可是孔雪呢？她分明被林梅峰洗脑了，反倒一副要拯救林梅峰的样子。我根本就不怪孔雪，她毕竟刚毕业，爸爸很早就没了，有恋父情节可以理解。但林梅峰这个骗子，我一定要戳穿他。我从网络平台的短视频上看到林梅峰所谓的戏风视频，那纯属就是骗外行人的。他戏的那是意大利西欧风，是世界上最常见的经济风种，非常温和。换作是谁，一般都不会被这样的。我估计这次拍婚纱照，他一定又得炫耀这一点，所以我准备了一只小小的鬼脸天鹅，我要当面戳穿他，让他在孔雪面前结结实实的出一回丑。
我说你第一次见了我撒腿就跑，你果然干了坏事儿。我那是淘气，就捉弄他一下，我又没想杀他。淘气？你那是淘气吗？你那是同谋，是犯罪。我问你，是孔雪通知的你，她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拍婚纱照的吗？不是啊，我在他朋友圈看的。朋友圈？啊？他自己在朋友圈里发，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拍婚纱照。对啊，这女孩不都这样吗？挺正常的。正常吗？不正常吗？我觉得挺正常的啊。看看，认识这个人吗？不认识。再看看。我看几遍，我不认识就是不认识啊，那真不认识。带你来吧。认识这个人吗？这跟刚才照片上不是一个人吗？是一个人吗？是一个人吧？是。王美义，你认识他吗？不认识。看仔细点。看仔细了，不认识。你真是够一往情深的，宁愿把所有罪名都揽在自己身上，是吧？你怎么还让我呀，警官呀？我是爱孔雪，我承认，但是我自己决定的去捉弄一下林梅峰，而且仅仅只是捉弄，谁能想到这？主队，主队，深圳那边有消息了。什么消息？你还记得王轩吗？王轩，啊，那个跟林梅峰有关系的女的。对，他家属的下落，深圳那边的兄弟帮我们找到了。怎么说？王轩自杀之后，他母亲带着他妹妹就搬到了深圳，可刚到深圳没多久，他母亲就病逝了。他妹妹高考失败，就换了一个城市复读，所以找他妹妹下落的时间久了一点。现在找到了。对，他妹妹后来考上了山江农业大学，学园林设计这一块，刚毕业1年。孔雪，原名叫王雪。陆队，认识吗？认识，那能不认识吗？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把你抓回来了吧？是他指使你，设计让蜜蜂蛰了林梅峰，再制造超敏反应杀了林梅峰。他根本就没指使我，让蜜蜂去蛰林梅峰是我自己的主意。用情够深的啊。那行，那你就来担这个杀人的罪名吧。我没杀人，我只是想让林梅峰出丑。他也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儿，我更不知道会有什么超敏反应。我他妈没杀这王八蛋！你干嘛呀？给我冷静点！走。他认识吗？认识。她不就是那个陪林梅峰玩过的女人吗？说话注意点啊！那你平时和她联系吗？我跟她不熟。
怎么办？没法办，我招也得跟他过过招啊。那本上还写着呢：凶手画像：1. 知道蜜蜂习性；2. 知道林梅峰是红绿色盲；3. 知道林梅峰近期被蜜蜂蛰过；4. 肯定在林梅峰旁出现过；5. 对死者有仇恨（括号情杀）。现在孔雪可以说这5点全都符合。是啊，虽然说是李月和王本义分段操作的，但能把他们2个人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他，孔雪。怎么过招啊？啊，愣审呐？那也不能就这么着啊！那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审？啊，你去问王全是不是你姐，人家说是。那你姐是不是因为林梅峰自杀的？人家说是。所以你才去设计让王本义跟李月把林梅峰给杀了。你是要这么审吗？如对的不是那个意思。证据，没有证据，疑罪从无啊。是啊，李月也说了，他是通过孔雪的朋友圈知道他们要拍婚纱照的，然后他自己过去放的鬼脸天鹅。刘志查了呀，他当时确实发了朋友圈，但2个人确实没有关于这件事的聊天记录，语音通话、移动电话也都没有任何记录。还有王本义，王本义自己承认，他之前根本就不认识孔雪，2个人没有任何的通话联络记录，生活中也没有任何交集。刘志也查了，他就是上个月20号的时候，在医院偶然碰到了孔雪，带着被蛰的林梅峰去看病，偶然听到孔雪说会有超敏反应，然后自己设计，让林梅峰再一次被蛰而丧命。那你不能说孔雪有任何问题啊。偶然，一连串的全是偶然。那也许确实就是有这么些偶然呢。还是那句老话，老天有眼，谁让林梅峰祸害那么多人呢？那到底下一步该怎么着啊？朱队，何金枝的尸检报告出来了。开会。那要不是孔雪干的，你说她要知道自己嫁给的人是害死自己亲姐姐的人，她得是什么心情？那我宁愿相信孔雪知道林梅峰就是害死她姐姐的人，所以才故意接近她的，要不然太悲催了呀。咱呀就得吸取林梅峰的经验教训，没事别在网上瞎发视频，要不然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李小秋，你开不开会？哎，是，赶紧。大德，静之一直联系不上。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的，阴阳怪气，神出鬼没。你找他的时候，总找不到；他找你呀，嘚儿，突然冒到你面前，吓你一跳。除了静之，还有多少贵宾没有确认？还有3、4位吧。哎，静之你别联系了，我让周浩联系他。这景天也挺有意思啊，回国以后就不见踪影了。他也知道咱们后天发布会啊，也没打电话过来问我们需不需要帮忙什么的。小雨家更需要他嘛。是，我知道。没事，我打电话联系他。喂，教授。喂，景天，在哪儿呢？我在市局里。市局？是公安局吗？啊。你去那儿干嘛？有几个案子涉及到了昆虫，所以我过来帮帮忙。涉及到昆虫应该找我呀，你还是个学生呢。碰到什么困难没有？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暂时还没有。景天，后天就是新闻发布会，然后就是宋教授的铜像揭幕仪式。那天你离国界忙前忙后的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要有空的话抽时间早点过来帮帮他。没问题吧，景天？好，没问题，我肯定去。好，那你先忙。哎，对了，教授，你说。明天
是小雨的告别仪式，您去吗？去，必须去啊！小雨最后一程，我必须送她。好，那我们到时候见。行，到时候见。今天答应了，后天来。好。飞哥，加班啊！刘志，景天，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一下。哎呀，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啥事儿？我知无不言。登录国外的暗网会不会在电脑上留下使用过的痕迹啊？会啊，插件会在电脑上留下使用过的痕迹。好，我明白了。还是你师哥那事儿吧？啊，对，我师兄他明天就要火化了，可我还是没能还他清白。要不你报案吧，做个笔录，我们就能帮你了。我再想一想吧，实在不行就等新闻发布会还有雕像揭幕仪式之后再说吧。毕竟这些事情呢也都是大事。行，这个你拿主意。啊，你还有事儿吗？没了。那我就不陪你了，我找朱队还得接事儿呢。啊，好，那你先忙。走了啊。